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吊詭的事？這幾年真正把家底敗光的，往往不是那些一開始就一窮二白的人，而是那些曾經手裡有牌的人，有房有車有存款，有一份看起来體面的不得了的工作，孩子讀着私立学校，社群上全是精致的下午茶和說走就走的旅行。這群人我們把他们叫做中產。可就是這群人在過去這2-3年裡，一批一批的像退潮一樣從岸上被捲回了海裡。我認識一個人，就叫他阿凱吧。42歲，住在市中心的好地段，2間房1台車。3年前他還在飯桌上跟我講，說這輩子最大的焦慮是不知道該送孩子去牛津還是劍橋。你聽聽，這是什麼級別的煩惱？今年年初我再見到他，是在一家24小時營業的速食店。他坐在角落，面前一杯早就涼透的咖啡，手機屏幕亮着，是找工作的 app。 他抬頭看見我，第一反應不是打招呼，是把手機倒扣在桌上。那一瞬間我全明白了，一個人從雲端摔到地面，往往不需要一場地震，他只需要在最得意的那幾年，悄無聲息地心甘情願地給自己套上了9件東西。今天這集我不講雞湯，也不給你灌那種努力就能翻身的迷魂藥，我要做的是把這9件套一件一件從中產的身上給你扒下來，你看清楚他們長什麼樣，你才知道你自己身上現在套了幾件。準備好了嗎？我們開始。第1件套，把負債當成資產。先說最要命的一件，阿凱的第1間房是自住，這沒問題。真正讓他萬劫不復的是第2間，那是幾年前房價還在往上衝的時候，他算了一筆賬，算得特別漂亮，頭期款2成，剩下的跟銀行貸，岳父他覺得完全扛得住，因為這間房他準備租出去，租金基本能打平貸款。他跟我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是發光的，說這叫用銀行的錢幫我賺錢，他管這個叫資產。我當時就想問他一句話，但沒好意思。阿凱，你確定這是你的資產，還是你是銀行的資產？你看，一個東西是不是資產，從來不看它值多少錢，看的是它到底往你口袋裡裝錢，還是從你口袋裡掏錢。房價漲的時候，一切都很美，賬面上他的身家在滾雪球，他覺得自己每天躺着睡覺都在變富。可這個遊戲有一個前提，一個所有人在派對上都選擇性遺忘的前提，房價必須一直漲，房客必須一直在，而他的收入必須一直穩。3個必須，一個都不能塌。結果你猜怎麼着？沒過多久，他那間房附近一口氣多了好幾個新建案，租金应聲就往下走。房客換了一輪，空了2個月，就這2個月，貸款得他自己全額墊。緊接着他公司裁員，他的收入那第3個必須也塌了。3根柱子，一根接一根倒。而那間他稱之為資產的房子，這時候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是一頭每個月都要吃掉他一大塊肉的猛獸。想賣，掛了半年來看的寥寥無幾，出價的沒一個到他的心理價位。他這才發現，賬面上的富有和你能拿到手的現金是2個宇宙的東西。這就是第1件套。他最狠的地方在於，他披着資產的外衣，讓你在往深淵裡跳的時候，還以為自己在往上爬。記住這句話，能扛過風險的才叫資產，扛不過風險的，那叫你以為的資產。第2件套，用消費來獎勵努力。第2件套藏得比第1件深，因為它戳中的是人性裡最柔軟也最危險的那一塊，自我犒賞。我們這一代人從小被教育要努力，努力工作，努力賺錢，這沒錯。可問題出在後半句，我們不知不覺給自己加了一條：我這麼努力，我值得對自己好一點，我值得。這3個字
是消費主義時代最偉大的發明，沒有之一。他把每一次花錢都翻譯成了一次對自我的肯定。你加班到半夜，你值得一頓大餐；你搞定一個大案子，你值得一個新包；你熬過了痛苦的一年，你值得一趟商務艙的旅行。阿凱的太太就是這套邏輯的信徒。他不是亂花錢的人，他每一筆錢花的都有道理。孩子的才藝班是為了孩子的未來，值得。1年2次的家庭旅行是為了家庭的凝聚力，值得。換季買的衣服是為了在職場保持體面，值得。每一筆單獨看都無可挑剔。可是當收入這條河斷流的那一天，他們才發現，這些值得早已經變成了刻進生活裡的固定支出。他們不是一次性的犒賞，他們變成了身體的一部分，像器官一樣，你切掉任何一個都會流血。真正可怕的不是花錢，真正可怕的是你的生活方式是按照你收入的巔峰來設計的。一個月入15萬的人，他會活成一個月花掉13萬的人。當他哪天月入變成6萬，他不會自動變成一個月花5萬的人。他做不到，因為那13萬裡的每一分都已經不是消費，而是習慣，是身份，是他向這個世界證明我是誰的方式。讓一個人降低消費，比讓他賺更多錢難10倍。這就是第二件套。他讓你把努力和揮霍用一根叫我值得的繩子死死綁在了一起。你越努力，你套得越緊。第三件套，把單一收入當成永久收入。現在我要講最普遍的一件套，普遍到你身邊90%的中產此刻正穿着它還渾然不覺。那就是只有一份收入。阿凱是個很優秀的員工，這一點毫無疑問。他在一家不錯的公司做到了中階主管，年薪不菲。他把自己所有的時間、精力、才華全部壓在了這一份工作上。他是公司的骨幹，他以此為榮。但這裡有一個他從沒認真想過的問題，他這台印鈔機只有一個開關，而這個開關不在他手裡，在他老闆手裡。我們總喜歡用穩定這個詞來形容一份好工作，穩定的收入，穩定的職位。可穩定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天大的錯覺。你的薪水不是穩定的，它只是暫時沒變而已。一份工作能給你的所有安全感都創建在一個假設上，公司需要你，並且公司活得好好的。這兩條任何一条斷了，你的穩定就在一夜之間蒸發。而這兩條恰恰是你完全無法控制的。產業會變天，公司會決策失誤， AI 會取代你的職位，新主管看你不順眼，這裡頭哪一樣是你能左右的？一個只有一份收入的中產，本質上是把自己整個家庭的生死交到了一個自己毫無控制權的開關上。這不叫穩定，這叫孤注一擲。真正讓人從中產滑落的，從來不是他賺的少，而是他賺錢的方式太單一，太脆弱。當那唯一的水龍頭被關上的那一刻，他連一天的緩衝都沒有。房貸不會等你，車貸不會等你，孩子的學費更不會等你。第三件套，就是讓你把全部身家壓在一條你以為堅固，實則一碰就碎的獨木橋上。而當你走在橋上，風光無限的時候，你甚至會嘲笑那些同時在修好幾座橋的人，你會覺得他們不夠專注，不夠拼。直到那座唯一的橋塌了。第四件套，在上升期辦的下墜期貸款。第四件套跟時機有關，而時機是最會騙人的東西。人在什麼時候最容易做出愚蠢的財務決定？不是在他落魄的時候。落魄的人反而小心翼翼，1塊錢恨不得掰成2半花。人最容易犯致命錯誤的，恰恰是在他最順、最得意、最覺得我行的那個上升期。阿凱的那些大額貸款，第2間房，那台超出實際需要的車，
還有幫公司裡一個朋友做的擔保，全都是在他人生最高光的那2年辦下來的。為什麼？因為在上升期，你會得一種病，一種叫線性外推的病。什麼叫線性外推？就是你默認今天漲，明天就會繼續漲，今年賺，明年就會賺更多。你會把過去幾年的好運當成一條永遠向上的直線，然後按照這條直線去規劃你未來10年的負債。你在收入的頂點簽下了需要用未來收入去償還的合約，而你篤定未來的收入只會更高。這就是全部悲劇的根源。因為周期是這個世界最不講情面的東西。經濟有周期，產業有周期，你個人的運氣也有周期。沒有一條線是永遠向上的。上升期越陡峭，往往意味着回盪越劇烈。而你在最陡的那個坡頂，給自己綁上了最重的債務。當潮水退去，你會發現，你不僅裸泳，你身上還掛着幾百公斤的鉛塊。聰明的錢是在別人恐懼的時候的借的，那時候利率低，資產便宜，還款壓力小。而中產返貧的錢恰恰相反，是在所有人都亢奮，都覺得会一直好下去的時候借的。買在最高點，借在最高點，然後在最低點被清算。第4件套，賭的就是你的自負，它讓你在最不該擴張的時候瘋狂擴張。第5件套，為了面子透支里子。我們聊點更痛的。第5件套幾乎是中產這個群體的原罪，面子。中產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階層，往上夠不着真正的富豪，往下又不甘心跟一般人為伍。這種卡在中間的位置，制造了這個星球上最焦慮也最好面子的一群人。真正的有錢人其實不太在乎別人怎麼看，他有錢，這是事實，他不需要證明。而真正的普通人也沒那麼多包袱，日子怎麼舒服怎麼過。唯獨中產活在一種持續的需要不斷證明自己的緊繃裡。他要證明什麼？證明他配得上中產這個身份。所以他的車不能太差，因為要開去見客戶。他的房得在明星學區，因為孩子不能輸。他的孩子得會鋼琴，會馬術，會一門第2外語，因為要跟同一個圈子的孩子看齊。他去的餐廳，他穿的品牌，他度假的地方，每一樣都在無聲地喊着一句話：看，我是這個圈子裡的人。問題是，維持這個看起來是圈內人的形象，要花的錢是一個無底洞。而更致命的是，這些錢絕大部分不產生任何回報。它不是投資，它是純粹的蒸發式的消耗。你為面子花出去的每一塊錢都不會給你帶来第2塊錢，它只會帶來下一次不得不繼續花的壓力。阿凱落魄之後跟我說過一句話，我記到今天。他說，你知道最難的是什麼嗎？不是沒錢，是我不敢讓別人知道我沒錢。為了維持那個我還行的假象，他在真正需要收縮的時候還在硬撐。該退的房退不掉，怕人問；該換的車換不了，怕人笑；孩子該轉的學校不敢轉，怕孩子被議論。他用僅剩的本該用來救命的現金去填補面子的窟窿。里子已經空了，他還在給面子刷漆。第5件套是最貴的一件套，因為你不是為自己活，你是活在別人的眼光裡。而那些盯着你看的人其實根本没那麼在乎你，他們也正忙着撑他们自己的面子。第6件套，把孩子的教育变成军備競賽。第6件套是所有套裡最讓人心疼也最難掙脫的一件，因為它綁架的不是你的慾望，是你的愛。沒有哪個中產父母願意在孩子的教育上認輸，這是最容易被理解也最無法被指責的一種支出。你可以勸一個人別買那麼貴的車，別去那麼遠的地方旅行，但你很難勸一個父母在孩子的未來上省一點。因為一旦你開口，那個父母心裡立刻會升起一句話：
我是不是耽誤了我的孩子？這句話是所有教育消費的核動力，它讓教育支出變成了一場沒有終點也沒有上限的軍備競賽。隔壁家孩子上了3個才藝班，我家不能只上2個。別人家孩子暑假去歐洲遊學，我家孩子不能只在家看書。這條路太擠了，那就換一條更貴的路。鋼琴太普通，那就學豎琴。英文不夠看，那就再學法文、西班牙文。每一步升級都伴隨着賬單的翻倍，而每一次猶豫都會被那句別耽誤孩子給瞬間擊潰。阿凱家在收入斷崖之後，最後砍掉的是全家的旅行，是太太的衣服，是他自己的一切。孩子那間私立學校的學費，是他咬着牙動用了本該留作退路的那筆錢，硬撐到最後一個學期的。他跟我說，砍別的他都不心疼，唯獨這個他覺得自己像個罪人。我理解他，但我也必須說一句可能不太中聽的話。一個父母能給孩子最好的教育，從來不是最貴的那間學校，而是父母自己沒有在中年垮掉。一個財務崩潰，天天為錢焦慮，夫妻因為賬單爭吵不休的家，才是對孩子成長最大的傷害。你以為你在為孩子的未來投資，可如果這筆投資掏空了整個家庭抵禦風險的能力，那你賭上的是孩子未來的全部安全感。第6件套，把父母最深的愛變成了壓垮家庭的最後一根，也是最重的一根稻草。第7件套，只懂賺錢，不懂守錢。我們講到現在，你可能會以為返貧的都是不會賺錢的人，恰恰相反，我見過太多返貧的中產，他們賺錢的能力強得嚇人。阿凱就是，他巔峰的時候，一年的收入是很多人一輩子都摸不到的数字。會賺錢從來不是他的問題，他的問題是他這輩子只學過怎麼賺錢，從來沒人教過他怎麼守錢。我們這個社會有一個巨大的教育空白，學校教你數理化，教你怎麼找個好工作，把收入這條水管做粗，但沒有任何一堂課教你在水管做粗之後怎麼管理蓄水池，怎麼防止漏水，怎麼在旱季有水喝。賺錢是進攻，守錢是防守，而絕大多數中產是那種進攻拉滿，後防線完全不設防的球隊，前場踢得虎虎生風，後場空無一人。守錢具體是什麼？是你有沒有一筆碰都不能碰的緊急預備金，能覆蓋你半年到1年的全部開銷。是你有沒有把資產分散開，而不是全壓在一個籃子裡，一間房、一隻股、一個產業。是你懂不懂什麼叫風險對沖，什麼叫留有餘地，什麼叫我可以賺得慢，但我絕不能死。這些東西一點都不性感，他們不會讓你一夜致富，不會讓你在飯局上有談資。守錢是無聊的，是保守的，是反人性的。正因為無聊，絕大多數中產從來懶得學，他們把100%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怎麼讓那個數字變大上，從來沒想過怎麼讓那個數字不會一夜歸零。一個人的財富上限由他賺錢的能力決定，但一個人的財富下限，也就是他會不會返貧，完全由他守錢的能力決定。第7件套的可怕之處在於，他平時毫無存在感。風平浪靜的時候，你根本看不出一個會守錢的人和一個不會守錢的人有什麼區別，甚至那個不会守錢的還活得更瀟灑。區別只在暴風雨來臨的那一天才會顯現，而那一天已經來不及了。第8件套，把運氣當成能力。第8件套是一件精神上的套，它不花你的錢，但它決定了你會不會犯下前面所有的錯誤。這件套叫做把過去的運氣誤認為是自己的能力，這是一個極其隱蔽的心理陷阱。一個人在一個上升的大環境裡賺到了錢，比如趕上了某個產業的黃金10年，趕上了資產價格普漲的浪潮，他賺到了錢，
這是事實。但接下來，他的大腦會自動完成一個危險的偷換，他会告訴你，你之所以能賺到這筆錢，是因為你聰明，你有眼光，你能力強。時代的紅利被悄悄記在了個人能力的賬上。阿凱就深陷其中，他把過去10年的順遂100%歸功於自己的判斷力。所以當他做那些激進決策的時候，加槓桿、擴張、擔保，他內心是無比篤定的，因為他相信我能行，我過去每一次都賭對了，憑什麼這次會錯？他忘了一件事，他過去每一次都對，很可能不是因為他多厲害，而是因為那個時候閉着眼睛買都会漲，是水在往上漲，拖着所有的船。他誤以為是自己會游泳，而當潮水退去的时候，那些真正会游泳的人和只是被水拖着的人才会被区分開。這種把運氣當能力的錯覺，是所有返貧故事的心理起點。正因為你把成功歸於自己，你才會毫無戒備的加槓桿，才會理直氣壯的擴張，才會對風險嗤之以鼻。一個真正明白自己成功裡有多少運氣成分的人，會永遠保持一份謙卑，一份對不確定性的敬畏。他會給自己留後路，因為他知道運氣隨時可能收回。真正的高手，贏了歸功於運氣，輸了才檢討能力。而返貧的中產恰恰相反，贏了全是自己的本事，輸了都怪大環境。第8件套，讓你在最需要謙卑的時候最自負，在最該踩剎車的時候一腳油門踩到底。第9件套，失去了重新歸零的勇氣。好，我們講到最後一件套，也是唯一一件你可以主動脫下來的套。前面8件講的都是怎麼套上去的，這最後一件講的是為什麼很多人就算跌落了也再也爬不起來，因為他們失去了一樣東西，重新歸零的勇气。一個真正一無所有的年輕人摔倒了，他爬起來很快，因為他没什么可失去的，他甚至說不清失去是什麼感覺。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但一個曾經站在高處的中產，一旦跌落，他面對的不只是財務的困境，更是一場慘烈的心理戰爭。他放不下曾經的身份。讓一個當過總監的人去做一份基層的工作，很多人寧可失業在家，也邁不出這一步。他覺得那是羞辱，是倒退，是承認自己完了。他放不下曾經的生活方式，讓他從大房子搬到小房子，從開車改搭捷運，從高級餐廳改吃小吃攤，這些在旁人看來只是節儉，在他心裡每一步都是凌遲。他更放不下別人的眼光，他寧可用信用卡拆東牆補西牆，也不願意讓世界知道那個曾經風光的自己現在不行了。於是最要命的一幕出現了，他被困在過去的自己裡走不出來。他不是沒有機會，是那些機會在他眼裡都配不上曾經的他。他一邊緬懷着回不去的過去，一邊拒絕着能救他的現在。阿凱最後是怎麼翻身的？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找了什麼高薪的機會，而是有一天他把自己那台開了很多年，早就該賣掉卻一直捨不得的車賣了。他跟我說，簽字過戶的那一刻，他心裡那根一直繃着的叫面子的弦啪一聲斷了。然後他發現天沒他，他開始接一些他以前根本看不上的案子，一點一點重新攢現金流。他不再糾結這份工作配不配他，他只問一個問題，他能不能讓我活下去，讓我喘口氣。從那一刻起，他才算真正開始往上爬。因為歸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你明明已經歸零了，卻還活在過去的賬面上，不肯承認。第9件套是最後一道鎖，它鎖住的不是你的錢，是你重新開始的可能。而這把鎖的鑰匙從頭到尾都在你自己手裡。好，9件套我給你扒完了，我們回頭再看一眼。第1件，
把負債當資產。第二件，用消費獎勵努力。第三件，把單一收入當永久收入。第四件，在上升期辦下墜期的貸款。第五件，為面子透支裡子。第六件，把孩子教育變成軍備競賽。第七件，只懂賺錢不懂守錢。第八件，把運氣當能力。第九件，失去重新歸零的勇氣。你有沒有發現一個規律？這9件套沒有一件是在你落魄的時候套上去的，全部無一例外都是在你最風光、最得意、最覺得我這輩子穩了的時候，你自己親手給自己套上的。返貧從來不是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它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慢性中毒，不是你自己一口一口喝下去的，而且每一口當時都觉得很甜。所以今天這集我不想給你贩卖焦慮，恰恰相反，因為這9件套全都是人為的。人為的東西就意味着它是可以避免的，也是可以脱下来的。你現在趁着還沒到最壞的那一天，回頭看看自己身上套了幾件。如果一件都沒有，恭喜你，請你守住。如果有那麼1、2件，別慌，現在開始脫還來得及。如果9件你全中，那也別絕望，因為你能聽到這裡，說明你已經開始清醒了。而清醒永遠是自救的第一步。真正的富有從來不是你賬面上有多少個零，而是當那些零全部消失的時候，你還有沒有能力，有沒有勇气從頭再來。守住你的下限比抬高你的上限重要100倍。這集就到這裡，如果這些話說到了你心裡，把它轉給那個此刻正春風得意、正準備大幹一場的朋友，也許你救的就是3年後的他。我們下集見。